很快，萧炎的身影一闪，火光散发，直接将他们这些人包裹在了其中。身形暴退，混色神火在身体表面形成巨大的火罩，这成功抵御住了这些黑气的侵蚀，毁灭冲击不断。萧炎的一双金眸望着那上空的黑暗天空，仿佛猜到了什么。结合刚刚四域天神君所说，可能这黑暗天空就是通往那个地方的大门。被萧炎救下来的五大神阁第一天骄们却是倒吸了一口冷气，目光震撼地望着这一幕，难以想象萧炎竟然能够在如此诡异恐怖的黑气中做到了与之抗衡，并且不被黑气入侵体内。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他能够做到这般难以想象的事情？你们先离开这里，虽然四域天的通道被关闭了，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们逃出去。萧炎转头对着众人说道。然而话音一落，萧炎所凝聚出的火焰防御罩却是发出一道道被撕裂的声音，同时黑色变得更加浓郁几分。看来在这里待得越久就会越危险。萧炎他手一甩，便是将自己的三昧神火的紫火甩给众人，在他们的身躯包裹而进，这样就能够暂时抵御住这些黑气的侵蚀，不然一旦被这些黑气入侵的话，就算是神元之气怕都是难以抵御。几位第一天骄也是对着萧炎拱手感谢。现在的萧炎在他的心中不仅震惊，而且也是一种敬佩，如此年纪竟然拥有了神火，并且展现出能够三招击杀四域天神君的恐怖实力，这算是他们也不可能会做到。五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竟然能够越级挑战比自己强大2个重天的对手，并且他的天位星辰海还是无色的不知名等级，在他的身上出现如此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何尝不震惊？多谢萧炎兄，今日这份情我们几大神阁记下了，日后也定会还你这份恩情。几位神阁的第一天骄也没有了以往的那一份高傲，对于眼前的这位黑袍男子愈发的有些好奇感兴趣起来。而且这一次要不是他的出手，恐怕今日在四域天存活下来的几率恐怕为0了。不过有些人举要遭殃了，萧炎的能力也是有限，只能救下这么多，那么其余的人只能眼看的被黑气入侵，使得他们发出鬼哭狼嚎之声，神魂被强行剥夺，剩下神体都被吞噬炼化，最后都成了充满着诡异死气的身躯，没有了任何生气。这次你们出去可要防备着点神奇联盟，毕竟他们要这数十万人一个都不能逃出这里，因为一旦逃出一个，将这里的消息传出去的话，恐怕整个诸神万界怕是会发生大变化，届时神奇联盟的真面目也会引起其他巅峰势力的关注。听得需要的这番话，他们几位第一天骄也是面露严肃之色，也是将萧炎的话牢记在心。没想到这个时候对方将这方面的事情都想到了，真是让那个他们大吃一惊。然而就在这时，在那黑暗天空的地带爆发出一道又一道的吞噬之力，同时诡异的黑气不断的扑向天地，所有的万物都难逃被吞噬的命运。越来越多的超神势力之人都再也无法坚持那黑气的入侵，终究被败下阵来。其中有着4重天位神以及半部5重天位神势力的强者纷纷被吞噬炼化。快走，再走就来不及了。萧炎是放出混色的火海，开始不断的扩散开去，争取让那个他们逃生的时间。萧炎，你不和我们走吗？此时吴雪开口道，我的那2位兄弟需要我去救，而这黑暗天空应该就是通往他们被关押的那个地方，你们先走，我将他们救出后就会第一时间出来。萧炎对着吴雪以及其他人郑重地说道，看着萧炎那坚毅无比的眼神，看来那2位兄弟在他的心中极为的重要。虽然吴雪也很不愿，但也没有办法，目前他们再不走的话，恐怕真的就走不了了。这个给你，只要你捏碎它，就可以让你脱离危险。吴雪从自己的精美纳戒中取出一块玉简，递给了萧炎。萧炎也没有拒绝，直接是收了下来。有一件宝物防身，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交代了事情后，他们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朝着萧炎给的那个位置急速掠去。吴雪看着萧炎轻声道，一定要活着出来。说完也不再多做停留，直接紧跟其上。在萧炎火海的掩护下，他们也是相当的顺利，朝着那道血河飞去。拦住他们，今日谁也不能逃。四域天神君的声音变得异样低沉，想要从完全封锁的四域天逃脱出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那天君神战队的成员神力暴起，直接朝着他们逃走的方向追去。死！萧炎身影一闪，顿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然后神火横骨尺狠狠甩出，恐怖的火焰力量熊熊燃起，炙热的火焰直接入侵在了他们的体内，瞬间一股高温将他们的神元之气焚烧蒸发，数百道天君神战队成员瞬间倒飞了出去，直接身受重伤。而萧炎的这一击更是尽收四域天神君的眼底，这家伙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面色狰狞的开始咆哮。没想到连他半部7重天位神的实力，居然都是被萧炎逼成了这副模样。轰轰！为了不让他们逃出去，天君神战队的成员纷纷开始全力施展，疯狂的远转起神力，强大的力量彻底的爆发，施展各个神技，让那些想要逃离的人直接一击毙命。可是这样的事情，萧炎不会让其发生。旋即，混色火海扩散间，直接将他们包围而进，恐怖的高温顿时将那些施展出来的神技吞噬而尽，摧枯拉朽的将那些神技纷纷瓦解。那些天君神战队的成员见状，直接脸色一沉，瞳孔一缩，感受到萧炎的可怕的力量后，皆是想要撤离此处。不过萧炎手掌一挥，火海无尽收缩，直接将他们焚烧殆尽，神体神魂皆是难逃一死。
将这些想要抽身阻拦五大神阁他们的这些人。萧炎解释一挥手，火海翻腾，直接将他们给击杀焚烧。在萧炎强大的力量展示下，天军神战队的成员强者尽数被阻拦而下，让得他们更有机会离开四御天。此人究竟是谁？为何一招就能够击杀重伤数百名天军神战队的强者？如此妖孽存在，恐怕不能让其活下去，必须将他斩杀在摇篮里。几位天军神战队的首领开始纷纷吃惊萧炎的可怕实力，而且他竟然将四御天神军都彻底的击败，如此实力恐怕已经堪比三御天神军的那等实力了，简直恐怖至极。萧炎，本神君要让你陪葬。四御天神军开始近乎疯狂了起来。今日这家伙既然阻挡他一切的计划，既然无法抓住那些逃离此处的五大神阁之人，那么萧炎必须留下来。呵呵，我等着，我倒要看看你这神器联盟中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萧炎根本不惧四御天神军，也不惧这里的诡异黑气，毕竟他有着神火在身，以焚神之力，刚好可以压制这些黑气。很好，既然你那么想知道我们神奇联盟的高层秘密，那么我现在就送你进去。玉门吞噬。四御天神军的脸庞上浮现疯狂的狰狞笑容，然后体内的神力便是陡然狂暴起来。那些黑色光柱再一次的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引动天空中那黑暗大门再一次的爆发出极其强大的吞噬力，在顷刻间就将超神势力之人全部吸纳而尽。不管他们如何惨叫反抗，都于事无补，就连萧炎的身躯都被这强大的吞噬力吸纳而尽。但这就是萧炎的计划，这样反而还节省了前往大御天的时间。萧炎以及所有超神势力之人皆是被这强大至极的吞噬力吞噬在了其中，神体神魂纷纷离体，神体被炼化成充满诡异死气的身躯，而神魂便是进入到了黑暗大门之中，通往了神秘之地。萧炎，这下你死定了，那个地方可是有那位之主存在，任何力量都逃脱不了，哈哈哈。四御天神军看着萧炎的身影被成功吸纳进玉门之中后，便是得意的大笑起来，仿佛已经为自己报了仇一般。同时对于玉门之中的那位之主充满着100%的信心与把握，只要一旦有人进去了，不管你的实力有多强，就算是高阶天位神，甚至是巅峰天位神，一旦进入那个地方都无法成功逃脱，唯有在里面献祭出神魂以及一具被炼化成玉灵的身躯。在解决了萧炎这边的事情后，四御天神军的目光也是再一次锁定了五大神阁那几位第一天交逃离的方向，沉声道：天军神战队，听令，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将其找到刚刚逃跑的那些人。是，神君大人。随后数万道可怕的气息全部朝着血河的方向纷纷掠去。玉门之中，这里一片黑暗，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只是这里的黑暗中带着一股诡异的死气，而这些死气竟然让萧炎此刻感到一股死亡的威胁。任何人根本无法在这里久待下去，如果久待下去的话，必定会被这些死气入侵体内，被玉门吸入其中的所有超神势力之人都难逃一死，所有人都无一幸免，除了萧炎一人外，他们怕是已经被炼化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炎利用神火以及焚神之力作为自己的屏障，抵御着周边的诡异死气，终于被传送到了一处充满诡异阴森的空间中。萧炎的身影出现了一处水面上，这里一望无际，根本望不到这水面的尽头，四周没有任何的光明，唯有黑暗的气息笼罩在整个这片空间，只要一伸出，就仿佛有着无数死气涌来，想要进入萧炎的体内，可是被神火与焚神之力拒之门外。萧炎一步一步的在这未知的水面上行走着，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在他的远处竟然有着一艘小船朝着他这边驶来，小船上有着幽绿色的微光散发，在萧炎那一眨眼的功夫下，那艘小船竟然已经悄然的出现在萧炎的眼前10米距离。小船上没有任何人，萧炎观察了四周，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便是小心翼翼的跳上了这艘小船之上。在萧炎踏上这小船之后，小船也开始朝着水面的深处行驶而去。萧炎观察着四周，但是肉眼根本看不到也看不清。就在萧炎准备施展神魂力量探查这里的一切时，粉老的声音立即传入萧炎的脑海中，沉声道：小家伙，不要用神魂力量，不然你将会激活这里的神秘力量，届时就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在听到粉老的话语之后，萧炎也是在第一时间将准备释放出来的神魂力量收敛了起来。粉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为何不能使用神魂力量？萧炎疑惑的好奇道。很快粉老的声音再一次的响起，我感觉到这里的空间非常诡异，到处充满着死气，并且其中还有着一股能够吞噬一切神魂的庞大能量体，笼罩在每一处角落。所以刚刚你如果一旦施展神魂力量，就会被瞬间锁定，必定会引出什么东西。在还没找到你那俩兄弟之前，还是小心一点为妙。吞噬神魂的庞大能量体，这地方怎么会有如此能量？萧炎有些不解。这个地方肯定不一般，这里的所有死气和那吞噬神魂的庞大能量体都来自同一个区域所释放出来的，而且那个东西应该就是神奇联盟的核心之物，或者就是他们高层的大计划。核心之物，大计划。萧炎对着这里的一切都开始好奇起来，这里难道就是神奇联盟的另一处神秘之地？这神奇联盟究竟要做什么？
为何还有存在如此诡异的地方？不过这里的气息与之前灵动兄和沐尘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有些相似，看来这里就是那个地方了。萧炎感受着四面八方的诡异死气，要不是有神火和焚神之力，恐怕他也早已经这处空间陨落。神奇联盟中竟然有着如此可怕诡异之地，看来九域天神阁只是表面，而这里才是神奇联盟的真正面目吧。